我妈终于死了。爸，你和方一快结婚吧。谁的爱不行，不可以，任性的回复，不可以，每场和好之后，凤姐，我们陆江婷，你们不能这么对我，不能。谁的爱不错，不配他来过无忧。林宇阳，你闹够了没有？搞得我们跟欺负你一样。在即将告别的我这是重生了。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浪潮中，正处于改革发展的关键时刻，各项事业发展。狗男人拿我嫁妆给別的女人，這還不叫欺負？我上輩子就是嫁給你，被你們欺負了一輩子，那天睡得比狗晚，起得比雞早，侍奉公婆到死，被女兒拔了氧氣管才知道，原來你們才是一家人。這輩子老娘不嫁了。這錢是給咱們結婚辦酒席用的，你把錢借給他，這婚咱們別結了。哼，咱們可是軍婚，這結婚報告都已經打上去了，我這次回來也是專程來跟你結婚的。哼，這你說不結，那就不結了。的確，結婚報告打上去了，說不定結婚證都批了，我得想個辦法。有了，借錢可以打個欠條，寫清楚什麼時候還清，畢竟那1000塊裡有300塊是我的嫁妝。他怎麼知道這裡有1000塊？玉瑤，這錢我會還的，你不必羞辱我。不是林雨瑤，你能不能別太過分啊？我都跟你說過了，人家王建軍同志，王建軍是個好同志，為國捐軀，還救了你的命。你借錢呢，是為了保護烈士遺孀。我相信王建軍同志如果還活着，借這麼多錢，讓他打個欠條，他會同意的。江婷，好，裡面不就是有你300塊錢嗎？你要欠條是不是？我替他給你打。太好了，有了這張欠條，就算結婚證批下來了，我也能順利和陸江婷離婚了。這下你滿意了吧？滿意？江婷，江婷，你沒事吧？玉瑤，你有什麼不滿可以衝着我來，你怎麼能打江婷呢？他可是你未婚夫啊！打的就是他。嫂子，我這可是為你打的。陸江婷，你怕是不知道寡婦門前是非多嗎？王建軍犧牲後，方晴嫂子夠辛苦的，你還總往人屋裡跑，壞人名聲。胡說八道！這村裡哪個人不知道，咱們倆馬上就要結婚了。結婚？你還有錢結嗎？上輩子我們就沒有舉辦婚禮，因為第2年我懷孕了，方晴借錢開的髮廊倒閉，欠一屁股債，又帶着兒子賴上了陸江婷。玉瑤，等我幾個月，等我攢夠了錢，咱們倆就結婚。是嗎？我等着。媽，陸叔叔結婚之後，是不是就不管我們了？不會的，你陸叔叔啊，這輩子都不會不管我們的。
重獲新生的感覺真好。瞧瞧你干的好事儿，你不嫌丢人，我还嫌丢人呢。君子坦荡荡，我对得起建军，也对得起自己，可能就是委屈你了。我以后一定加倍補償給你。哼，原來他一直知道我委屈啊，可他卻還是讓我委屈了一輩子。玉瑤，煩死了，別跟着我。喂，你好，我是陆江婷的未婚妻林玉瑤，我想問一下，我們結婚報告批了嗎？還沒有，太好了。不是，我不是着急，就能不能麻煩你幫我把結婚報告寄回來？寄回去？為什麼呀？就江婷她把我們結婚的錢借給別人了，沒錢結婚了。這個陸江婷結婚的錢怎麼能借給別人呢？小林同志，你別着急，天大的事情也不會耽誤你們結婚，組織會替你們想辦法。不用，是我不想嫁給陸江婷了，他把錢借給了一位女同志開髮廊，裡面還包含我的嫁妝。我覺得我在他心裡沒有那位女同志重要，所以不想嫁給他了。好，那謝謝你。幸好結婚證還沒批，好說歹說，那位同志終於同意幫我把材料寄回來了。等收到資料，我就能徹底跟陸江婷劃清關係了。你沒事吧？我沒事兒。我不知應該說些什麼。喂，人走這麼遠了還看呢？哎呀，女孩子倒是挺漂亮的，可惜啊，是這小地方的村姑娘。你說，你媽給你找的那些相親對象，哪個不是世家小姐？不可能會同意你娶這種女孩子的。我想娶誰就娶誰，誰管得着？是，大少說的對。副少，易同志，走。媽的身體現在就開始不好了，上輩子為了給陸江婷撐起那個家，她多病的爹、瞎眼的媽，都是我給伺候臨終的。等熬過了大半輩子，自己的父母都過世了。哎呀，你不是去城裡買紅被子了？咋哭着就回來了呢？啊，媽，咋了，姑娘？哎，別哭，別哭啊！這誰欺負我閨女啊？跟爹說，爹給你出氣去。爹娘，陸江婷欺負我，我不要跟他結婚了。什麼？什麼？玉瑤啊，結婚報告都打上去了，還差3天就要辦酒席了，你咋說不結就不結婚了呢？陸江婷把我們結婚的錢全都借給方晴了，他現在哪有錢跟我結婚呀？什麼？娘，你看，他爹又是方晴，这都要和你結婚了，他還和這寡婦糾纏不清，
竟然把你的嫁妆都借给他了！这，等着，也去给你讨说法。爹，娘，他爹，陆江平，你个狗东西，我打死你！你个狗东西，打死你！我打死你！我打死你！我打死你！陆江婷，你敢打我娘？让你打我娘！让你打我娘！是他，消受了，没有你这样欺負人的。怎么回事啊？亲家，这是干什麼呢？亲家，怎麼回事啊？江婷怎麼欺負玉瑤了？親家，你看上的那女人，是江婷吹噓的那個漂亮未婚妻啊？是挺漂亮的。讓他自己說。不是玉瑤，咱們那事兒不都說好了嗎？這回去怎麼跟你爹你媽說的？當然是實話實說，讓我騙我爹娘，要騙你去騙。上輩子回家之後，就是按照陸江婷說的，哄騙爹娘說部隊有緊急任務，婚禮暫時不辦了。現在老娘都不嫁了，憑什麼還幫你說話？岳父、岳母，這婚禮辦不了，確實是我的錯。我把我們的錢借給戰友家屬了，他有急用。連白酒席的錢都借出去了，這不是欺負人是什麼？是啊，就是啊，這事兒辦得太不地道了。哎，怎麼幹出這麼沒腦子的事兒？借給誰了？趕緊去要回來呀！媽，這錢剛借出去，哪有要回來的道理嗎？反正我們結婚報告都打了，這婚禮晚點辦就晚點辦唄。好啊，覺得打了結婚報告就吃定我了是吧？陸江婷還不知道我已經攔截結婚報告了，在報告到手之前還得先演一演。陸江婷，你就是個騙子，詐騙犯！我要告你騙我嫁妝！大家伙看，這是借條。陸江婷說，他借錢給戰友救命，讓我回去騙我爹娘，還說他部隊有緊急任務，等他回來再結婚。可他把錢又給了方晴。什麼？你這狗東西！你竟然真的讓女兒回來騙我！哎呀，親家，你消消氣啊，親家，消消氣兒！哎，你消消氣兒！這周青也真是的，連人家結婚的錢都借。是啊，早不借晚不借，現在借。我看呀，就是不想讓人結婚唄。就是玉瑤，你也知道，方晴男人救過江婷的命，江婷這孩子啊重感情，方晴母子有困難，他不能不幫，否則會被人戳脊梁骨的。上輩子就是這樣，每次在我不滿的時候，他們一家子就這樣給我洗腦，否則就是我不懂事，我一步退步步退，一忍就是一輩子。他欠人家的命，那讓他自己去還錢啊，憑什麼拉着我一起還？我又不欠。什麼你的我的，玉瑤，咱們倆已經結婚了，咱們倆本來就是夫妻一體嘛，不分你我，你的是方晴的，我的也是方晴的，對吧？爹娘，我不想過這種日子，我要退婚。你說什麼？我要退婚。你是認真的？真，比珍珠還真。所以把我的300塊嫁妝還給我。怎麼回事？林玉瑤不是非我不嫁嗎？看來這次把錢借給方晴，她是真的生氣了。現在都哄哄她吧。玉瑤，你別鬧了，結婚報告都已經提上去了，只能離婚不能退婚。況且咱們是軍婚，我不同意，這婚都離不了。所以你是吃定我了，非要吞我這300塊的嫁妝？玉瑤，我不是這個意思，我跟你結婚，我怎麼會圖你那300塊錢嫁妝呢？那你還我錢啊，你現在還，我就相信你。華姨，你那有多少錢？要不然咱們就幫江婷把事解決了。我沒錢，就20塊。你說什麼屁話呢？你可是堂堂副少，連300-500都拿不出來。
没帶，真没有。算你识相，敢管我家的闲事，让你吃里兜着走。看来今天退婚是谈不了了，等过几天寄回的结婚报告拿到手，再来找陆江婷算账。没钱？那等你什麼時候還我錢，咱們什麼時候結婚。闺女，可千万別犯糊塗啊！陸江婷，咱不能嫁。就是啊，那300塊錢的嫁妝，大不了咱不要了。要？怎麼不要？爹娘，你們放心吧，我就是死也不會嫁給陸江婷的。不過他欠咱們的錢必須要還回來，那是爹娘你們辛苦一輩子為我省下的。小妹，陸江婷欺負你了。小妹別哭，哥這就去打斷陸江婷的腿。大哥，不用了，我已經找陸江婷退婚了。啊？这婚退得好，要不是你喜歡，我都不願意你嫁到他們家去。小妹，你坐。小妹，你別看這個陸江婷挺優秀的，但是他們家負擔太重了。他爹老來得子，他才20歲，他爹娘都快60了，身體還不好，這就等着你嫁過去伺候他們呢。大哥一心為我着想，上輩子卻死在了煤洞裡。他死的時候，嫂子肚子裡還懷着孩子。等結婚報告退回來了，再想辦法讓大哥換工作。沒事，有哥在。這玉瑤也太不懂事了，把退婚鬧得人盡皆知。你說這該怎麼辦呀？反正結婚報告已經打了，這酒席辦不辦都一樣。林瑤她是我老婆，她跑不了。你要是真這麼做，豈不就是那姑娘口中說的騙子？哎，懷疑，我知道我這麼做對於玉瑤可能有些委屈，但是我們這麼多年感情了，我了解她，她就是一時生氣，等她氣消了就什麼都好了。既然喜酒吃不了了，那我回南城了。哎，怀玉，這大晚上的，懷玉等等我啊！哎呀，這陸江婷也真是的，為了和他喜酒請了這麼多天假，說不辦就不辦了。你還委屈上了？哪輪得上我委屈啊？就那林玉瑤，哎，算了，不提他們家那點破事兒了。這麼晚了，你真回南城啊？我在鎮上訂了個招待所，就當來旅遊了。哎，這不是，哈，你小子不說你沒錢嗎？哎，等等我，哎，等等我，你下午不是說你沒錢嗎？说，你忙着呢。玉瑤在屋裡頭啊。說，我知道我不對，我就是来找玉瑶道歉的。放心說，我會用一輩子來補償他。林玉瑤本分哥哥，只要我多說點好話哄哄他，他一定會原諒我的。呸！玉瑤不需要你道歉，給我滾！說，你滾！哈哈，赵玉瑤啊，她一大早就出去了。哎，陸江婷同志，有你的電話，部隊打來的。好。江婷啊，你是不是跟你未婚妻吵架了？人家都打電話到我這兒來，要退結婚報告材料了。
那您退了吗？那您退了吗？还在我这儿呢。我是觉得该问问你，一段缘分毕竟是来之不易啊，出了矛盾就好好解决。我们已经解决好了，周叔，还请您把结婚证给我们办了吧。解決了就好，不過你還要讓小林給我打個電話，等我確認好了就給你們辦。哎，林雨瑶，我都給你道歉了，你還打電話到部隊來，只讓你退婚了，我的臉往哪擱？真沒有我的郵件嗎？真沒有，要是有我第一時間給您送過來。林雨瑤，你就這麼想跟我退婚？不惜給老周打電話，讓他把結婚報告退回來。他怎麼會知道？我告訴你，現在全村人都知道我們要結婚了，我是不會給你退婚的。還有，我已經請老周把報告送上去，給我們辦結婚證。你怎麼敢？雨瑤，別再為了方晴的事情跟我鬧脾氣了。我們好好過日子好不好？我說了不想跟你結婚，你憑什麼替我做決定？你怎麼還在為了方晴的事情生氣呢？我都跟你說過多少遍了，我跟他沒有什麼，你怎麼就是不信呢？現在沒什麼，可是將來你不也盼着我死了好娶她？再說了，他是建軍的遺孀，我對他絕對沒有非分之想，否則的話，我怎麼對得起建軍呢？還有，他比我大了2歲，還生過孩子，他比起你，他簡直比不了。雨瑤，沒錯，他現在只是看上了我這張臉。等我嫁到他們家，蹉跎的人老珠黃，方晴就靠着遺孀補助和陸江亭的接濟保養得宜，所以陸江亭後來才選擇了方晴。陸江亭，你真讓我惡心！我讓你惡心？林雨瑤，你別忘了當初是你死乞白賴要嫁給我的。那是因為我眼瞎，我已經遭到了報應。這次我一定不會嫁給你。你要去哪兒？你現在是不是還要找老周，讓他把結婚報告退回來？我告訴你，已經晚了。現在在法律上，你就是我的妻子。我媽終於死了，你和方一塊結婚吧。結婚報告。哎，你幹什麼？我有事要出去。不行，你昏迷剛醒，待會兒得做全面的檢查，確定沒事了你才能離開。不行。完了，陸江亭說我們已經打了結婚證，就算沒辦酒席，法律上我已經是陸江亭的老婆了。怎麼辦？那待會兒輸完液去把費用交一下。我被陸江亭氣暈，一定是他把我送過來的，狗男人把我害成這樣，住院費都不給我交。狗男人，死渣男，我詛咒你不得好死！你怎麼在這兒？那個那啥，那個我們不是來參加婚禮的嗎？然後你們不是不辦了嗎？然後沒事就去爬山了嘛，然後就腿摔折了嘛。活該！哎，他不是你怎麼說話呢？看來是因為陸江亭把我倆也記恨上了。物以類聚，我看你們倆也不是什麼好東西。哎，我們倆怎麼不是好東西啊？我們對於陸同志的做法還是非常不贊同的。我不是沒借錢給他們，你怎麼還把我記恨上了？
就算你沒借錢給他，那狗男人也打電話去把我們的結婚證給辦了。算了，軍婚又怎麼樣？軍婚我也得想辦法離婚，賠個二婚名頭被人要了，大不了一輩子不嫁。听你刚才骂狗男人、死渣男，陆江婷又怎么你了？关你屁事！我可以帮你，就算結婚了，我也能幫你離婚。真的？真的。剛剛不是說了嗎？我們對於陸同志這種騙婚的行為非常不贊同。哎，真是。我們早就跟他劃清界限了。啊，我叫傅懷義，你要是真的想離婚的話，我可以幫你。傅同志，剛才是我誤會你了，我想離婚，我要離婚。你好。哦，你的錢隔壁床替你交了。傅懷義連住院費都幫我交了，他說會幫我和陸江婷離婚，應該沒有騙我。玉瑤，你醒了。哦，小陳手摔傷了，我帶他來醫院。關我屁事。玉瑤，你是哪裡不舒服嗎？關你屁事。玉瑤，你是不是又生氣了？我不是不管你，小陳手受傷，摔得太突然了。你也知道，建軍是為了救我才犧牲的，我也一直把小陳當做自己的孩子。你們三個看起來挺像一家人的，我就不摻和了。哎，哎呀，看着不錯啊，好啊。爹娘哥，哎，小妹回來了。來，玉瑤，嘗嘗你哥烙的餅。哎，好。來。離婚的事情得趕緊辦了，否則哪天陸江婷真把結婚證掏出來，爹娘又該擔心了。娘，陸江婷過幾天回部隊，我打算跟他一起去。啊？哎呀，你都退婚了，你還跟他一起去部隊幹啥呀？結婚報告沒退回來，我始終不放心，打算親自去辦。你一個人去，萬一他欺負你怎麼辦呀？不會的，部隊軍紀嚴明，只要我不願意，他不敢。江婷，找玉瑤呢。陸江婷，那狗日的還敢來！哎，大哥，你別急，我看看去。來找玉瑤呀？你幹的那事兒，把玉瑤一家子都快氣死了，你還敢來找玉瑤？誤會，都是誤會。玉瑤，你知道的，要不是建軍，那場爆破死的人就是我了。我要是不敢放棄母子的話，那我可就太不是個人了。你能理解我的，對吧？我能理解。那我過2天就要回部隊了，你和我去隨軍唄。好，那你買票吧。他終於想走了，不然整個大江村還有比我優秀的男人嗎？等隨軍懷上了孩子，以後他對我還不是死心塌地的。哎呦，你看看。来，走得急，還沒跟部隊申請你隨軍的事兒，你先暫時住在這裡，等手續辦好了，我再接你去家屬院。不錯。別看這鎮子現在破破爛爛的，
将来這裡拆遷了，家家戶戶都是千萬富翁。等辦好了離婚的事兒，我一定要搶佔先機，多賺些錢，不能像上輩子那樣窮困潦倒。你幹什麼？哦，趕火車趕了好幾天了，這累得慌。你也快點洗漱，早點休息。你不能住這兒，出去！不是，這麼晚了你赶我走？你不走是吧？那我走。不是，玉瑶，這一路上你給我甩臉子，我都已經忍了。這好不容易到地方了，你这鬧什麼呢？你不想忍可以，那你走啊。什麼叫我不想忍？那我走。上輩子這句話我從他嘴裡聽了無數遍，怎麼說到他身上就知道自己難受了？哎，行，那我走行了吧？真服了你，玉瑶，那我明天再来啊。让一让，让一让。傅同志，你来了。你上次说帮我離婚的事儿怎麼樣了？這裡不方便說話，我們換個地方說。哦。上車。這裡比較安靜。啊。走吧。你們結婚證呢？哦，應該還在陸江亭那兒。來的時候路上我讓他給我，他不肯。沒關係，只要你不是自願的，就算結婚證在他手上，這婚也算不得數。這樣，3天後就是周末，我們還在百貨商店門口見。我帶你去見老周，我親自跟他說明情況。好。餓了吧？咱們吃點東西。傅同志，你幫我這麼大一個忙，今天我請客。點一個軟炸大蝦，一個辣子雞，一個豆角茄子。這麼貴，我哪請得起啊？這家店的菜可好吃了，嘗嘗。賣這麼貴，能不好吃嗎？點都點了，吃吧。我吃浪費了。走吧。那我去結賬。我結過了。哎。走，我送你回家。傅懷義，上輩子陸江亭好像是有這麼個朋友，好像家世挺好，挺有錢。
其他怎麼想不起來了？上車。哦。傅同志，謝謝你送我回来，我到家了。好，那别忘了3天后见。嗯，好。你为什么会和傅怀义一起回来？你为什么会和傅怀义一起回来？关你什么事儿？半夜3更孤男寡女，你是我老婆，你说不关我的事？我什么时候成你老婆了？你那是骗婚，骗的。告诉我，为什么这么晚回家？你跟傅怀义干嘛去了？放开我！这你就急了？那你呢？那天你跟方晴2个人關着門在屋裡，你們又在做什麼？我都跟你說了多少遍我和方晴的事情了，我跟他沒什麼。我知道，我和傅懷義也沒什麼。我相信你，和傅懷義沒什麼。你要幹什麼？玉瑤，你聽我說，玉瑤，咱們倆結婚這麼久了，還沒有洞房過玉瑤，求求你。放開！陸家肯定瘋了！不要！救命！誰來救救我？放開我！陸家肯定瘋了！玉瑤。傅昭，你什麼意思啊？違背父女意願是什麼行為？還要我提醒你嗎？她是我媳婦，是你媳婦也不行。只要她不願意，就不行。你他媽是不是管太寬了？玉瑤，過來。傅懷義，你有朋友多年，你確定要參與我的家事？我沒你這樣的朋友。傅懷義，那你卻鐵了心了，要跟我作對嗎？是又怎麼樣？好。玉瑤，你想怎麼處理他？婚還沒離，也不能送他去坐牢。我不想見到他了，你把他帶走吧。好，那你把門窗鎖好。走，傅懷義，她是我媳婦，你管太多了吧？不行，太危險了，我得想個辦法。怎麼，還想打？傅懷義，你非要跟我作對是吧？我就是看不慣你欺負人家小姑娘。是嗎？你不會是看上玉瑤了吧？你覺得是就是。不可能，傅懷義家世不凡，家人給他介紹的相親對象，不是有錢就是有勢的，他一個都沒看上，怎麼可能看上李玉瑤那個鄉下丫頭？少爺回來了。少爺回來的正好。夫人又拿了些女孩的照片，讓你挑選。
讓我媽別折騰了，我已經有喜歡的女孩了。哦，是。什麼？少爺，你有喜歡的女孩了？娘，这件事一定要帮我办好。放心吧，有你张婶、刘婶在，消息下午就能传遍全村。那方晴一定第2天就带着儿子去城里找陆江婷。好。两位婶子来是有什么事吗？这来理发店当然是剪头发了。哎，你先，你先。哎呀，方晴啊，你就給我剪那個照片上那個髮型，讓嬸子好好看看你的手藝。哎，你說那個玉瑤也不知道是怎麼想的，她怎麼就那麼想不開，因為一點誤會呀，非要和那個陸江婷退婚。現在倒好了，人家陸江婷啊一退婚，找了個大學生當女朋友。聽說呀，那個大學生女朋友對他可好了，哎呀，還要在城裡呀給他買房。那可不，人家城裡的小姐能上咱這個窮地方來，到時候帶着江爸江媽到城裡去。哎呦，你這怎麼剪的呀？你這會不會剪頭髮呀？你看給我頭髮剪的。張嬸，對不起，不好意思。剪的什麼呀？就你這手藝還開什麼理髮店呀？早點關門大吉吧。哎呦，我都沒臉見人了，真是的。不行，陸江婷要是把爹娘一塊兒接走了，我和小陳怎麼辦？小陳，你想你陸叔叔嗎？想。媽媽帶你去城裡找你陸叔叔怎麼樣？好。上一世，方晴也關了理髮店，投靠陸江婷。不過那是他在理髮店和人亂搞，被人老爸把理髮店砸了，混不下去才來的。上輩子我恨死他了，沒想到這一輩子竟然希望他早點來。傅同志，等我。啊，我怕陸江婷又欺負你。那天是我太害怕了，以後我會防着他的。走吧。对了，周叔休假探親去了，你離婚的事還得再過幾天。等周叔回來了，我第一時間通知你。好，麻煩你了。傅懷義，傅懷義，就是你，玉瑤。如果這是你對我的報復的話，那麼你成功了。你在等我補什麼？你不就是故意來找他氣我的嗎？是，我現在是很後悔，是很難過。但是可以答應你，我以後再也不見方晴他們母子了。大不了我以後每個月給他們一點錢，我一輩子都不見他們了，行不行？跟我有什麼關係？你愛見不見？玉瑤，你別再說氣話了，我什麼都答應你，我
以後我再也不見他們了，這還不夠嗎？那你打算給他們多少錢？我工資的1/3，你看行嗎1/3，他鬧這一場，只是從上輩子的1/2變成了這輩子的1/3。1/3給人養兒子，1/3養父母，甚至我連剩下的1/3都分不到。你說，我嫁你圖什麼？图你負擔重，图你臉皮厚。玉瑤，你不能這麼虛榮，別什麼事都用錢來衡量。虛榮？也對，這年頭，錢在哪兒，愛就在哪兒。不是我要多少的問題，我要的是全部，1分都不能給別的女人。如果你連這點都做不到，就別來找我。玉瑤，我們都已經結婚了，你非要把事情做這麼絕嗎？那是騙婚，你算計的。我不會善罷甘休的，更不會跟你過日子。不是，江婷，江婷，不是，你們怎麼来了？有个男人去店裡洗头，他对我动手动脚，我不答應，他就威脅我要傷害小陳，我太害怕了，所以就來找你了。那你們先跟我進來吧。你收拾東西幹嘛？不收拾東西，等着別人攆我走啊？誰攆你啊？陸江婷，他敢！玉瑤，能不能跟你商量個事兒？什麼事兒？方晴他們遇上困難了，來這兒沒地方住，你看，能不能跟你擠一擠？陸江婷，是誰剛才跟我保證說再也不見他們母子的？方晴他們這不是遇上困難了嗎？他們來找我幫忙，我總不能不幫吧？再說了，人家建軍……行了，他剛借了1000塊，就算全用來開髮廊，把髮廊盤出去，應該也能剩不少錢吧？還錢吧，那些錢是我父母給的嫁妝，他們也沒什麼錢，都是借的。為了這筆錢，我省吃儉用，現在這房子都要讓給你了，你總得還我錢，讓我去租個房子吧？這房子都要讓給你了，你總得還我錢，讓我去租個房子吧？玉瑤，你不用租房子，你先跟他們擠一擠，等我過2天發了工資，我再給他們母子再租一間。玉瑤，實在對不住，我那個髮廊被人給砸了，借你的錢怕是要過些日子才能還上了。行，那你有多少還多少吧。沒錢，租房子的錢也沒有，不然就不會委屈你擠擠了。玉瑤，不是說過了嗎？那個錢我會還的，你能不能不要對人家不依不饒的？我不依不饒，難不成還是我不懂事了？欠債還錢，天經地義。這位是我戰友。啊，玉瑤，再等2天，再等2天我就開工資了。陸江婷，你怕是忘了我剛才跟你說的話，別說2天，就是1分鐘我也忍不了。這房子你要讓給他住是吧？行，我走。玉瑤，你能不能不要鬧了？你還嫌不夠丟人啊？玉瑤，你還嫌不夠丟人啊？他說你放開。不是傅懷義，這有你什麼事兒啊？我
路見不平，拔刀相助。不是，爸爸，你别走，小陈害怕。小陈不怕，这里已经没有坏人了。不嘛，我害怕，坏蛋叔叔说要掐死我，还要打死媽媽。嫂子，既然玉瑶已經走了，那你們就先暫時住到這兒吧。江婷，對不起，又害得你跟玉瑤吵架了。我也不是故意來麻煩你的，實在是建軍走了，家裡又沒個男人，我們孤兒寡母的，實在是太害怕了。我說過，我會照顧你們的。那你們先住下，明天啊，我買點東西再過來看你們。哎呀，你怎麼知道方清要作妖，就開始提前收拾東西了？和他鬥了2輩子，他那點心思我能不知道？再說了，這次我是把他弄來糾纏陸江婷的，這樣陸江婷就沒空纏着我了。要不住我家吧？我是說家裡有很多房間。不用了，我娘給了我一些錢，租房的錢還是夠的。只不過得趕緊找個工作了。工作？我知道有個地方啊，跟我來。走吧，已經跟我朋友說好了。可以啊，小姑娘長得不錯，看起來又文靜，特別適合我們書店的工作。謝謝您。沒想到傅懷義給我介紹的工作是書店售貨員，太好了！書店老闆和出版社都有接洽，我前世看過的那些小說，沒準寫出來還能賺些稿費。我都還沒說1個月給你多少錢呢，你就謝謝我啦。哎呀，1個月給你80塊，先做做看怎麼樣？可以，謝謝。我聽小姨說你叫林玉瑤對吧？我叫傅月儀。傅懷義，傅月儀？沒錯，我是小姨的表姐，以後啊，你也叫我表姐就行了。你的情況小姨都跟我講了，正好書店後面有個休息室，以後你就住那裡吧。這怎麼能行？你別誤會，我可不是因為小姨才雇你的。那我呀，還有幾個月就生了，能找個信得過的人幫我看着店，我也放心。那謝謝表姐。那趕緊收拾收拾，今天晚上就住下吧。好。給你。謝謝。頭一回求我辦事兒，老實說，是不是看上人家小姑娘了？看上是看上了，但現在還不是時候。沒有的事兒，你瞎說什麼呢？雖說是休息室，比之前的出租屋乾淨多了。一邊工作還能一邊看書。最重要的是，我終於遠離渣男了。我要寫小說賺錢，這輩子我一定要變有錢。傅懷義，你終於回來了！你把玉瑤帶到哪兒去了？你別忘了，玉瑤她是我媳婦，你這種行為叫破壞軍婚，
我要舉報你，你一定會被開除軍籍。軍婚？你是指夥同老周騙婚那種軍婚嗎？你怎麼知道這件事？若要人不知，除非己莫問。我勸你盡快同意和小林同志離婚，否則不用你舉報，我就先去舉報你騙婚。不行，我不能被舉報。我可是我們村裡唯一的大學生，都是林玉瑤，都是他害的。來，慢走，歡迎下次光臨。玉瑤，我終於找到你了。幹什麼？放手！玉瑤，我錯了，我真的知道錯了。玉瑤，你說的都對。放開！錢在哪兒，愛就在哪兒。玉瑤，這是我這個月的全部津貼，一分不少，全都給你。這下你該原諒我了吧？玉瑤，你拿着。我不要，等你攢夠300塊再還我吧。玉瑤，我什麼都按你說的做了，為什麼你還是不肯原諒我？難道你真的看上那個傅怀義了嗎？你胡說什麼？我跟傅同志那是清清白白的。至於和你為什麼變成這樣，你自己心裡清楚，別賴在別人頭上。好，玉瑤，你說的我都信，咱倆這麼多年感情了，我了解你，你是一個單純的女孩。傅懷義那小子他不安好心，你可千萬別被他給騙了。見過不要臉的，沒見過這麼不要臉的。玉瑤，過2天我再來看你。你消消氣。你別來看我，要看看方晴去。就是他。兩位需要買點什麼書？隨便看看。這邊請吧。來。媽，陸叔叔今天真的會來看我們嗎？肯定會的。今天是陸江婷發工資的日子，他一定會來看我們的。江婷，爸爸，你來看我了呀？小陳，媽媽不是跟你說過了嗎？以後不許喊陸叔叔爸爸了。我不嘛，如果陸叔叔不當我爸爸的話，那小陳就又沒有爸爸了。小陳，江婷，你別生氣，待會兒我會好好教訓小陳的，保證小陳以後不會再胡亂說話了。玉瑤啊，要是有你一半懂事就好了。先吃飯吧。哎，江婷，是不是因為我玉瑤還沒原諒你啊？不是因為你。不是因為我，難道因為那個男人？太好了，來這兒發現陸江婷並沒有找什麼大學生女朋友，還以為自己太着急，現在看來來的正是時候。嫂子，我想過了，玉瑤還沒消氣，你帶着小陳住在這裡實在是不太好，要不你帶着小陳先回去吧，以後每個月我會按時匯錢給你們。什麼？你叫我回去？不，我的意思是，我們孤兒寡母的，目前回不去。這房子不是租了1個月嗎？1個月？1個月等房子到期之後，我們再回去，你看行嗎？爸爸，陸叔叔，小陳害怕。
小陳不要回去。小陈不怕，有媽媽在。行吧，那你們就住到房子到期再走。江婷，謝謝你。菜都涼了，先吃飯吧。还是第一次，江婷居然不站在我這邊。看來她是真想挽回林玉瑤了。不行，我們孤兒寡母的，陸江婷已經是我能抓住的最好的男人了，我一定要得到。喂，你好，乐怡書店，请帮我找一下林玉瑶女士。我就是啊。你好，女士，你给咱们出版社投稿的小说过稿了，我们对你的故事非常感兴趣，请尽快将稿件寄给我们吧。好，我会尽快的。天哪，我的小说过稿了，拿稿费的日子不远了。玉瑶，就不能让我高興高興嗎？真晦氣！你們怎麼來了？玉瑤啊，江婷她是愛你的，你們倆因為我有些誤會，我是可以解釋的。解釋？上輩子也是這樣，無論有什麼誤會，方晴也要給他解釋。但是解釋完之後，自己每次都被氣半死，誤會倒是更深了。這都是新書，翻壞了得賠的。玉瑤，江婷來找我了，叫我帶着孩子先回去。她每個月啊會付一半的工資給我。你說江婷她已經幫了我們這麼多，我哪還好意思再要她的錢？我叫她啊先緊着你的，把你嫁妝先還了。還有臉提我嫁妝？你快管管你兒子，這書翻壞了得賠的。你也是知道的，我跟小陳是逃難出來的，那哪還能回得去啊？江婷叫我們先在這住着，等房子到期了再回去。怎麼回事？要是以前，他早就氣炸了。還以為我是以前的林玉瑤嗎？你和陸江婷什麼貨色，我再清楚不過了。你倆最好鎖死，別出去禍害別人。方強，你就沒有想過，其實陸江婷最愛的人是你嗎？不可能，這怎麼可能？我比陸江婷大2歲，又生過孩子。林玉瑤人長得漂亮，還是黃花大閨女。陸江婷眼睛又不瞎，兩者相比，怎麼可能喜歡我？我只不過是想抓住她，從來沒有奢望過她會喜歡我。玉瑤，你別意氣用事了，任誰都看得出來，江婷她是喜歡你的。你怎麼能說他喜歡別人呢？嫂子，不是別人，就是你。玉瑤，你可不能亂說。要是江婷知道了，她得多難受啊。是啊，她是挺難受的。我都跟她退婚了，她還放不下你，這不是愛是什麼？哎呀，我看啊，她就是怕別人戳她脊梁骨，所以呢，打着建軍的名聲，照顧你跟小陳。這怎麼可能？這怎麼不可能？這論報恩，他為什麼不給王建軍定當孝子？唯獨對你有求必應。都讓你小心了。哎呀，嫂子，這書都爛了，你得買下來。這得多少錢啊？5塊。什麼？5塊錢？這麼貴啊？玉瑤，小陳他也不是故意的，要不你去跟你們老闆說說。這你讓我說什麼？我這剛到這工作，就出了這種事兒。
你说萬一丟了工作，我上哪兒住去？和你住一起啊？啊，不，這哪能讓你丟了工作呢？可我這身上就只有5塊錢了。5塊錢正好，下次出門可得看好孩子，亂叫別人爹沒事兒，這別人也就當認個好大兒。你這弄壞了東西不得賠吧？你說是吧，嫂子？對，你說的對。那你先上班，我們就先走了。切，演戲誰不會？跟我在這演，哼！陆江婷，不管你是不是真喜歡我，我都要定。小陈，走，娘带你去找陆叔叔去。好。有了周叔的消息，我就第一时间来告诉你了。周叔3天後回来，3天後我會帶你去找周叔。真的嗎？那真是太好了。剛才看見方琦母子，他們怎麼找到這兒來了？肯定是陸江婷告訴他的唄。陸江婷。陸江婷也知道你在這裡上班，他來找你了。那他沒對你做什麼吧？沒，他挺廣重的，他不敢對我做什麼。再堅持3天就好了。程少說：“女人別玩火。”你念什麼呢？我還想問你在寫什麼？這是我寫的小說，你不准看，更不准念。好羞恥！這文筆多好呀！你寫完了給我看看唄，我給你推薦出版社，幫你出書。用不着，我的這本小說已經被出版社訂了，再過幾天稿費就拿過來了。行了，你別站這兒了，你走不讓我寫書。我就看看不說話。哎。老妹兒啊，你等會兒啊，咱倆過哥們兒啊，你猜那我心裡啊裝的是哪個人啊？美女兒啊，屌絲兒啊，他掙不到1塊。姐，你來了。那啥，我還有事就先走了。樂意姐，3天後我想向你請1天假。約會啊？不是，是有重要的事兒。請進。哎，小傅，你怎麼來了？周叔。啊，結婚報告打了嗎？打了。可您之前不是說要還給我的嗎？周叔，他叫林玉瑤，是陸江婷的。那個，他們結婚報告是打了。但是因為一些原因，他現在不想跟陸江婷結婚了。給您打過電話，說讓您把報告退回去，您還記得嗎？哦，你就是小林同志啊。周叔，
您之前不是答应把结婚报告退给我的吗？您怎么还反悔了呢？我说没有啊。周叔，您可是老同志了，明白结婚这种事，得双方自愿同意才行。这人家小林同志都不愿意，你怎么就把报告交上去了？那报告还没交呢。你没交上去？那他们的结婚报告就还在你这儿？那我和陆江婷没有结婚。那報告都沒交，你倆當然沒結婚。陸江婷，你個死渣男大騙子，連結婚這種事情都敢騙我。那周叔，到底怎麼回事啊？你怎麼沒把玉瑤的結婚報告退回去呢？哎呀，還不是因為陸江婷，這結婚是人生大事，我怎麼也得找陸江婷確認一下。可是他說，你們感情多年，只是有些小誤會。小誤會？小林同志，你別着急，方晴的事我也聽說了，建軍同志犧牲了，他一個人帶孩子也不容易。哎呀，當年要不是因為建軍，那犧牲的就是陸江婷吧。這孩子重情義，有了困難，夫妻應該共同面對。看來周叔也被陸江婷洗腦了。陸江婷向來只要面子不要裡子，他重情義了，方晴母子容易了，不懂事的反倒成了我。周叔，事情不是你想的那樣，方晴同志可沒想讓我們結婚，否則也不會在我婚禮的時候把錢借走。哦，不是借，是拿，就連那借條還是我逼着他才寫下的。不僅如此，這方晴兒子還管陸江婷叫爸爸呢。啊，還有這種事？我親耳聽見的。方晴母子現在還被陸江婷安置在鎮上，糾纏不清的。他們之間沒什麼，我才不相信。周叔，這婚我不想結了，你把報告還給我吧。那報告沒在辦公室啊？那在哪兒？我們趕緊去拿。啊，這也快下班了。下班也可以拿。哎呀，小林同志，這畢竟是你和小陸的人生大事，要不這樣，明天你倆一起過來，把咱們這個調解的流程走一走。如果調解完之後，你還是堅持不跟他結婚，那我再把材料給你倆作廢，怎麼樣？周叔，這……好，那我明天和陸江婷一起過來。啊！周叔人很好的，我要是再跟他說說，他肯定能換你報告。正因為周叔人好，才被陸江婷給蒙騙了。不過這樣也好，等我和陸江婷的事兒徹底做個了斷，以後他再也沒有借口纏着我了。行，就按你說的辦。你的話我會給陸江婷帶到的。傅同志，謝謝您，你真是個好人。就只是個好人。好人有好報，好人一胎8個兒子。8個兒子，只要你給我生，我們傅家也養得起。同志，買書啊？啊，不是，我是來找玉瑤的。玉瑤今天請假了，你是？我是她丈夫，我叫陸江婷。哦，這個是我買給玉瑤的，還勞煩同志幫我轉交給她。放這兒吧。姐，醫生都說你高血壓了，還吃糖？人家丈夫送的，我可不敢吃。啊？人家丈夫誰啊？我看你是真餓了，什麼你都吃得下。這屋裡除了我，還能有誰啊？陸江婷來過了。什麼？陸江婷買的？呸！你知道陸江婷？
你知道人家有老公，你还跟人家走这么近？姐誤会了。乐怡姐，我没想嫁给他的，是他骗我说已经把结婚报告送去打结婚证了。刚刚傅同志就是带我去解决这件事的。什么？你不会骗我吧？乐怡姐，你对我这么好，我怎么可能骗你呢？我之前是跟他订婚了，但他背着我跟別的女人不清不楚。我想退婚，他不同意，還騙我說結婚證已經打好了。這世界上還有這麼不要臉的男人？現在你見到了，那這事兒好解決嗎？這世界上還有這麼不要臉的男人？現在你見到了吧？那這事兒好解決嗎？好解決，這不是有我嗎？玉瑤，同為女人，姐特別同情你的遭遇，但是吧，這女人最重要的就是名聲，這事要是處理不好，名聲壞了，這以後再嫁人不容易啊。樂怡姐，我知道，而且我這輩子沒打算嫁人了。我是不是把話說得太重了？你別聽我姐的，現在是新時代，這離了婚還能再結婚呢。況且你和陸江婷還沒結婚呢。啊，對呀對呀，那啥，既然你回來了，那我就先走了啊。你也跟我走。姐，我不走。走。姐，這輩子只要不嫁給陸江婷，對我來說就是幸福了。至於其他的，不敢多想。明天過後，一切都會好的。賺錢養活自己，才是目前該做的。陸江婷，你來做什麼？哼！鬆手！再不鬆手，我喊人了。玉瑤，我有話要說，我跟你說完這幾句話，我就走。你今天是不是跟着傅懷義一起去找周叔了？沒錯。你想說什麼？明天我們去找周叔說清楚。那你是都知道了？對，你的謊言很好拆穿，不過你運氣好，剛好遇到周叔休假探親。是啊，我是想讓周叔幫我瞞一陣子，我想通過這段時間，我把我們的誤會解開。可是我沒想到，你離開我的決心這麼的強烈。我不但沒有把誤會解開，反而把誤會更加的加深。沒有誤會，我們之間你幹的那些事兒都是事實。方晴這一生都會像藤蔓一樣纏着你，而你也不能再擺脫它。上輩子的苦難我真的受夠了，我不想再重蹈覆轍了。玉瑤，我求求你了，玉瑤，我再最後問一遍，我們真的再也沒有可能了。絕有可能的。我已經接受了，我也希望你能面對現實，別再自欺欺人了。等明天我們一起去找周叔，拿回各自的東西，再也不相看。我已經擁有匆匆的前行。
卻回不提起真情。玉瑤，再原諒我一次。爱情，它不会像彩云，我什么都答应你，玉瑶。這樣靜靜地飄遠，玉瑤，不留下痕跡。求求你了，玉瑤。玉瑤，你不能心軟。你說過，這輩子要為自己而活。哎，下雨了，快走！這麼大的雨，哎呀，這個雨也太大了。走走走，快，淋死我了！江婷，你怎么了？你浑身都湿了，快进屋！江婷，这是喝了多少酒啊？一身的酒气。喝了这么多酒，还淋着雨来找我。难道真的像林玉瑶所说，江婷心里真正喜欢的人是我？不管是不是真的，這對我來說都是個機會。玉瑤，玉瑤，嗯，怎麼了，副同志？昨天我跟陆江婷說了，今天去見老周，結果今天去找他，才發現他昨晚離開後就沒歸隊，我以為他又來糾纏你了。哎呀，我以為什麼事兒呢？昨天他是來找我了，但他來的時候書店都關門了，我也沒給他開門，他就在外面胡言亂語一通就走了。那他去哪兒了？他不會是耍賴又躲起來了吧？我知道他在哪兒。你這麼確定陸江婷昨晚在方晴屋裡？陸江婷現在窮的一分錢恨不得掰成兩半用，哪有閒錢住旅店？他昨天晚上沒回部隊，肯定是在方晴家裡。我記得那屋裡就一張床，那他們倆昨晚……江婷，快別讓他跑了！玉瑤，你聽我給你解釋。哎，別解釋，咱倆又沒結婚，用不着跟我解釋。就算你倆今天打了結婚證，都跟我沒有半毛錢關係。玉瑤，你千萬別誤會。我可沒誤會，我今天來是來找陸江婷一起宣周叔的。走吧，周叔還在等着你們。江婷，你放心，昨天晚上我們什麼都沒有發生。菩薩保佑，仙女終於如願所得了。終於到這一天了。周叔來了，坐吧。哎，都坐。本來呢，我是打算請專業人士幫你們調解，但是我想了想，這事兒終究是不光彩，對你們，對方晴同志都不太好。想來想去，還是我親自幫你們調解吧。周叔，謝謝你。小陸啊，你和小林的事情好像跟你之前說的不太一樣啊。我想知道這真相，他到底是怎麼回事？我確實對不起玉瑤，但是我和方晴同志，我對他只有照顧之情，其他的什麼都沒有。昨晚都一起睡了，還這麼說？
陆江婷，你这么做对得起方晴吗？什么？没有，绝对没有。昨天晚上我喝醉了，我什么都不记得了，我心里只有玉瑶，什么都没有。是信，你问问周书信。陆江婷啊，陆江婷，我怎么说你才好？人家方晴同志那是烈士遗孀，那是你能随便招惹的吗？要是方晴同志闹到我这里来要说法，你说我这工作还怎么做？不会的，方姐都说过了，我们真的什么都没有。玉瑶，这么多年了，我心里一直都是你，难道你还不了解我吗？我信。上辈子这时候，陆江婷还没变心，我们也的確是真心相愛結婚的。可惜後來兩敗俱傷，彼此憎恨也是真的。這麼說，你可以原諒我了？我信，但是也已經不重要了。我這次來只有一個目的，拿回屬於我的相關證件。為什麼呀？為什麼你相信我卻不肯原諒我？你就是在意我和方晴的事兒。我是介意，陸江婷，你在我心裡就是個虛偽的男人，既要又要。你不過是仗着人家犧牲了，不會說話，做這些自以為是的事情罷了。江婷啊，我看你和小林的事情是有緣無分了，這婚姻的事情就算了吧。不行。我終於改變自己的命運了。周叔，謝謝你。江婷啊，你也早點放下吧。姐，我們回來了。事情辦得順利嗎？都辦好了。謝謝你，樂怡姐。那就行。林玉瑤在不在？有牛件。哎，不會是出什麼岔子了吧？不會的。我是林玉瑤。啊，你的郵件先收吧。好，謝謝。匯款單3000塊，這是我寫的小說。還真有人買你寫的小說啊？你當我騙你呢？這3000塊是我小說的訂稿費用，等稿子寫完寄過去還要3000塊。只是沒想到這錢給的這麼快呀！沒想到玉瑤你還會寫小說呢。不過這小說這麼賺錢嗎？一本小說就能賣6000塊。樂怡姐，我還得感謝你收留我在這工作呢。我白天工作，晚上就學習寫小說。我也沒想到自己寫的能成。那是你底子好，是這碗飯的料。有了這筆錢，就能給大哥換工作，這筆錢就能改變我們全家人的命運。樂怡姐，我能向您請幾天假嗎？我爹娘一直不同意我嫁給陸江婷，擔心我退婚的事兒。現在事情了了，我就想回去告訴他們一聲。行，去吧，反正我還有好幾個月才生呢。那我陪你回去吧。不用，傅同志，你已經幫了我很多忙了，謝謝你。玉瑤，一定要記得回來，書店有你在，我才能放心的去生孩子。放心吧，樂怡姐，我還要繼續留在這兒看書學習呢。哎，玉瑤回來了。嬸子摘菜呢，我爹娘在家嗎？在呢，在。我先過去了。也是不是。
玉瑶，你怎么回来了？小妹，回来怎么也不提前打个電話說一聲啊？啊，我着急回來就沒打電話。這是大嫂。啊，小妹，前世我和陸江亭領證之後，大嫂和大哥也很快結婚了。只不過那時我已經住進陸家，陸家一地雞毛，回門也只和大嫂匆匆見了一面。等再見時，已是大哥出事的時候了。大哥、大嫂，這是要結婚辦酒席嗎？怎麼了？大哥結婚這是好事。你們怎麼這副表情啊？娘，到底怎麼了？小妹，我跟你大哥已經結婚領證了。啊？好像上一世大哥和大嫂結婚，好像也沒辦酒席。本來家裡也沒什麼錢，都給你當嫁妝了。本想着讓你大哥在煤窯裡再多幹1年，等攢齊了彩禮錢，然後再結婚。可是親家母家裡的小兒子戀愛了，催得緊，說如果不把彩禮錢送過去，就要給你大嫂另說媒了。啊！我和你爹沒有辦法，東拼西湊的借了300元，把彩禮錢送過去，實在是沒有錢給你大嫂辦酒席了。娘，沒事的，我不在乎那些。300塊？我記得大嫂的彩禮不是100塊嗎？還不是你。退婚鬧得人盡皆知。親家母聽說我們家給了你300塊錢做嫁妝，說什麼也得把彩禮漲到300塊。什麼？這也太不要臉了！他怎麼不說給自己女兒300塊錢彩禮？啊，大嫂，你別誤會，我沒有罵你的意思。沒事。村裡誰不知道我娘重男輕女？他什麼時候考慮過我的感受？現在村裡人誰不說他是在賣女兒？你哭什麼？我都還沒哭呢。大哥，你這麼說話就不對了。人家大嫂嫁到咱們家，連酒席都沒要，你得對我大嫂好。我對她怎麼不好了？大豬肘子大鯉魚，2包花生2包糖陪她回門。你看看，她家讓我帶的，都是些什麼呀？我還以為什麼事兒，原來是因為回禮。一般來說，回門帶的東西不一定要比婆家給的好，但一定是價值相當的。就這2顆大白菜，豈止是瞧不起人，簡直是侮辱。那嫁出去的女兒在婆家是抬不起頭來的。哎，大嫂，你家種的大白菜真好，我娘都種不出這麼好的白菜。大哥，我買了肉回來，你做白菜去。等會兒吃飯，我有事跟大家說。去。哎，小妹回來了，吃飯要緊。剛子，我幫你。爹娘，人大嫂嫁到咱們家，就跟咱們是一家人。你們這一生氣，讓大嫂心裡怎麼想？娘沒生氣，娘就是心疼，心疼你大哥。彩禮錢吶，大部分都是你大哥從煤礦裡借的。哎呀，不就是300塊嗎？我替大哥還了。方清還你錢了？還沒。這豬肉燉白菜來了。大哥大嫂，快坐下。啊，我這次回來是有2件喜事要宣布。喜事兒？小妹，什麼喜事兒？我呀，跟陸江亭成功退婚了。真的？啊，那結婚報告拿回來了？拿回來了，已經撕得粉碎。哎呀，這真是個大喜事啊！哎，小妹，那另一件喜事是什麼呀？
小妹，你哪来这么多钱啊？这些是我写小说的稿费。啥？小说是啥？就是我的工资。哦。大哥，这300块你拿着，先去把梅瑶借的钱还了，顺便把工作辞了。不行，哥怎么能要你的钱呢？哥明年在梅瑶再干1年，就能还清了。不行，这钱你必须拿着，工作也必须辞。大哥如果不辞掉煤矿里的工作，再过几个月就得死在塌方的煤窑里。可是梅瑶工资挺高的，我辞了工作干什么呀？大哥，我给你找了份好工作，非常适合你。是什么呀？到时候你就知道了。反正你明天先去把工作辞了，听到了没？刚子，我觉得小妹说的在理。煤窑虽然工资高，但是風險也大呀。你跟着小妹去城裡，總比待在煤窑裡強。可是我除了挖煤，其他的我也不會呀。大哥，你就放心吧，這份工作你不僅會，還很擅長。啊？小妹，是什麼呀？先保密。娘，爹，現在城裡工作機會多，我和哥都要去城裡工作。這1000塊你們先拿着，先去把欠的債還了，剩下的你們留着自己用。哎呀，這太多了，不行不行，這是女兒的孝心，你一定要收着。上輩子給陸江婷贍養一輩子的父母，自己的父母卻沒能盡孝心，這輩子我一定要彌補自己所有虧欠。好，剩下的我給你存着。大嫂，之前家裡窮，你別嫌棄。等明天咱們去鎮上，我給你們添這些結婚的用品。不用，小妹，不用破費了。只要我跟剛子在一起，就算吃土我也願意。大家先吃飯吧，菜都涼了。坐，吃飯。小妹，這塊肉最好了。謝謝大哥。沒事。小妹啊，我和你大哥都已經結婚了，用不着這些東西了。嫂子，你嫁到我們老林家，就是我們老林家的人了。我們老林家的女人向來都是最受寵愛的。來，隨便看啊。哎，老闆，那洗杯來2套啊，還有這壺來2個，盆兒來2個。好嘞。哎，老闆，你這兒又有一雙沒？有，我這百貨店雖然小，但是五臟俱全，什麼都有。是嗎？自行車有嗎？來一輛。好。喲，這不是退婚的林玉瑤嗎？媽，這不是結婚用的東西嗎？哦，怎麼，你婚不退了？也是，當初倒貼300塊錢也要嫁給陸江婷，怎麼捨得放手啊？嫂子剛才叫這人媽，就是她坐地起價管我不要300塊，還在回門時用大白菜羞辱我爹娘。我早就跟陸江婷退婚了，這些東西是買給我嫂子的。你說什麼？我是不值錢倒貼，但我嫂子值錢。她可是我們林家花了300塊聘禮娶回來的，當然要多買點東西對她好了。什麼？你姐聘禮300塊？你不是跟我說100塊嗎？不行，沒有300塊我不嫁。雪兒，你別聽他胡說，他們家就給了100塊。沒錯，我就收了100塊。媽，那300是成剛去借的，你怎麼能拿錢不認呢？什麼錢？我沒拿，我就收了100塊。你，妹子，鳳凰牌自行車，這可是我們鎮店之寶，就是有點貴，280塊錢，買嗎？來，好嘞，嘿嘿。哼，娶媳婦的錢都是去借的，還買自行車呢。林玉瑤，你沒事拿人老闆尋開心是吧？老闆，這車我要了，再要5條毛巾，5塊香皂，這錢夠嗎？哎呀，夠，我現在就給您準備啊。嫂子，
出门前娘特意嘱咐我，別忘了給你買輛自行車，方便你上下班。你看看這車，你喜歡嗎？很好，喜歡。不行，我也要自行車，還要有一雙。你沒聽說嗎？這自行車要280，我上哪兒給你弄錢買去啊？就是，那我不嫁了。媳婦兒，你聽我說。媳婦兒，你聽我說，這自行車啊，它也有它的壞處。玉陽，謝謝你替我出氣，不過這自行車太貴了，我不能要。嫂子，就一輛自行車而已，你的幸福才剛剛開始呢。上輩子大哥死後，大嫂不顧娘家人的反對，生下了大哥的遺腹子，獨自撫養長大，有多辛苦，簡直不敢想。這些也是我們林家對她的虧欠。妹子，東西都收拾好了，這是找您的75塊錢。哎，謝老闆。不客氣。嫂子，咱回家吧。走了。來，你慢點啊，慢點啊。哎，小妹，你給你大哥找的什麼工作？一定是大哥讓你來問我的吧？保密。哎呦，聽說回來帶了不少錢，哎呀，可不是嘛，你看賺大錢了。哎呦，乖乖，真買自行車了。哎，玉瑤，老實跟嬸子說，你真在城裡找了個有錢的男人，這男人每個月給你1000塊錢。哎呀，不就是年齡大點兒，家裡還有老婆嗎？啊，就你這條件的，在外面賺2年錢，再回來結婚，照樣有人要。哎，就是，你得精明些，多搞錢。不是婶兒，誰跟你說的？我在外面找了個老男人。你張嬸今天早晨在鎮上碰見李二花了，她說的呀。好你個李二花，我不就是氣跑了你媳婦嗎？你編排我在外面給人當小三。哎呀，嫂子，你看你娘聽差了。我對象年才22，還沒結婚呢。雖然他家裡條件挺好的，偶爾呢也會給我點錢，不過也不是每個月都給的。他還跟我說，等結婚了，家裡錢都歸我管。哎呦，原來是這樣啊！我就說嘛，玉瑤連陸江亭都看不上，怎麼能跟老男人在一起？就是，那是，我對象可帥了，我呢也算是找到屬於自己的幸福了。啊，对了，方晴和陸江亭2個人也修成正果了，他俩真在一起了。哇，真的呀？何止在一起，2人都租房子睡一屋了。真的？哎呀，是這樣啊！哎呀，婶兒，我呢就不跟你說了，我跟嫂子還得把新買的東西拿回屋洗洗。走吧，走吧，走，快去！哎呀，没想到他俩真的呀！你怎麼讓小妹買這麼多東西？大哥，你別怪大嫂，我硬要買的。我來吧。對了，大哥，我讓你辭工，你辭了嗎？辭了。小妹的話，我哪敢不聽啊？那就好，明天我也能安心離開家了。走。哎，那誰家小媳婦兒長得那麼好看？我看看。哎呦！等會兒啊，咱倆過哥們兒啊，你猜那我心裡啊裝的是哪個？這不是陸江亭的？幹什麼啊？陸江亭，你電話，你娘打來的，說要緊的事兒，快去吧。不知道等誰呢？走了。幹嘛去啊？你來找我。哎，快去吧，你娘還在等你呢。走吧，快點。你找我什麼事？葉哥，你女朋友啊？帶進來給我們介紹介紹唄。哎，都滾！沒看到我女朋友臉皮薄啊？走了。我什麼時候成你女朋友了？哎，開玩笑的，你別生氣啊。
你来找我是有什麼急事嗎？是挺急的，我盘了個鋪子，正好離你宿舍挺近的，我就想着過來問問你，認不認識幹裝修的人啊？認識，當然認識。鋪子在哪兒？帶我去看看。你不用請假的嗎？哎，忘了，這家伙身份特殊，根本不用請假。帶路啊！啊！娘，江婷，你是不是在外面租房子，可房前睡一屋啊？娘，這些你都聽誰說的？甭管我聽誰說的，現在全村都知道了，你瞎了眼啊！玉瑤那麼好的姑娘你不要，非要那個寡婦。哎，娘，事情都不是你想的那樣。你和方晴趕緊給我斷乾淨了，想娶她进門，除非我死。老板好，老板好。你不是答應我姐要回去上班嗎？怎麼要自己開鋪子了？答應樂意姐的事兒，我肯定不會反悔。不過，我除了會看小說、寫小說之外，也沒什麼其他會做的事兒。這鋪子啊，不是給我自己開的。那你給誰開的？哎呀，你問那麼多幹嘛？保密。保密？陸江婷，陸江婷，有人找。玉瑤，我先走啊。你来找我做什麼？江婷，你已經很久沒有去看我們了。小陳他想你了。陸叔叔。江婷，你放心，你說的話我一直都記着呢。小陳他以後再也不會喊你爸爸了。我也不是故意來糾纏你的。前些天爹替我把髮廊盤出去了，一共就盤了350塊。我想着玉瑤催得緊，就先給你拿過來了。江婷，你去哪兒？玉瑤，你終於回來了。你要是再不回來呀，我這書店的門檻就要被人踏爛了。啊？玉瑤，陸江婷，你有完沒完？玉瑤，你看，方晴他終於還錢了。方晴明知道我在書店上班，想還錢直接還我就是了，跑去還給陸江婷，是料定了陸江婷不會收着錢吧？看來這次他失算了。我只拿我的。玉瑤，什麼你的我的？你們都說過了嗎？錢在哪裡，愛就在哪裡。以後啊，我的就是你的。來，你幹什麼？陸江婷，你不覺得自己很可笑嗎？我要的時候你不給，我現在不要了，你就硬塞給我。玉瑤，以前確實是我做錯太多，就再給我一次機會吧。玉瑤，陸江婷，我警告你，他現在跟你沒有任何關係。你要是再敢糾纏他，別怪我對你不客氣。傅懷義，你就是個卑鄙小人！我還拿你當朋友，要求你參加我的婚禮，你卻看上了我媳婦兒。從那個時候起，你就一直纏着玉瑤，給她洗腦，幫她出謀劃策，跟我退婚。從那個時候，你就開始趁虛而入。你胡說八道什麼？傅懷義，你敢不敢發誓？你敢不敢發誓你對玉瑤一點心思都沒有？你根本就不敢，因為你就是個小人。
別打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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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別打了！雷姐，姐，我肚子，哎呀，雷姐，我肚子好痛啊！救护车，救护车！喂，120吗？私自外出，公然斗殴，害孕婦差點早產，你們倆是不是忘記自己是什麼身份了？尤其是你，陸江婷，你雖然工作踏實，但你的私生活……你知不知道人家方晴都已經告到部隊了？方晴，他把部隊告我幹嘛呀？怎麼會告你？你也不想想自己都幹了什麼？肯定是因為你脫了褲子不認賬唄。胡說八道！我跟方晴根本就沒有那回事。怎麼沒有？那天早上，我親眼看見你衣衫不整，慌慌忙忙的從方晴屋裡出來。要是什麼都沒幹，你慌什麼？那天我喝醉了，什麼都不記得。可是方晴明明都說過了，我們倆就是什麼都沒發生。陸江婷出於你的態度，方晴可是烈士遺孀，你做出的行為讓你去吃槍子也不為過。不過人家方晴也說了，你一直照顧他們，加上你那天也喝醉了，只要你娶了她，這事兒也就算了。好，這辦法好。不行，我不能娶方晴。你什麼你？你一直和方晴糾纏不清，因為她未婚妻都退婚了，現在你倆生米煮成了熟飯，還白寫那麼大一兒子，多好。傅懷義，你別以為我不知道，你安的是不是好心？好了，你們一人記一次警告，下次再犯這樣的錯誤，都給我哪兒來的回哪兒去。是。傅懷義，你先下去，陸江婷留下。是。江婷啊，你是我带出来的兵，我還是很看好你的。就算是為了自己的前途，對於方晴這事兒，你也得給人家一個交代呀。讓方晴母子進來吧。你不是說我們什麼事都沒發生嗎？那這到底是怎麼回事？江婷，這不關我的事，我也是才知道的。是玉瑤，她回村後把看到我們睡一屋的事到處宣傳，就連你們部隊領導都知道了。不管別人怎麼說，反正我根本不可能跟你結婚。好你個陸江婷，玉瑤都不要你了，你還不肯娶我，你的名聲都被你壞掉，真是由不得你。江婷，我知道你心裡只有玉瑤，怪就怪我自己是個寡婦，外面那群人罵的也只有我。江婷，你放心，我不會叫你為難的，更不會辱了建軍的名聲。小陳以後就拜託給你了。媽媽，你幹什麼？媽媽，陸江婷，看看你幹的好事兒。方晴，你放心，這事兒我替你做主。不，這不關江婷的事，都怪我，都怪我。你還護着他，怎麼不關他的事兒啊？嘴上坦蕩蕩，可他幹的事就沒一件是清白的。你什麼你？結婚報告打了，我親自給你們批。來，給你。陸湘婷和方晴的事，你知道了吧？知道，我就輕輕推波助瀾，方晴她真豁出去了，居然跑到陸江婷的部隊去鬧了。她是烈士遺孀，
領導哪能不給他交代？聽說結婚報告上午打的，結婚證下午就拿了。人家都張羅辦酒席了，你是不是也該考慮考慮自己的终身大事了？乐怡姐，我暂时还没这个打算。姐，你胎儿刚稳，好好养着吧，操心那么多干什么？哎呀，我操心这些是为了谁呀？乐怡姐，你先好好歇着，我还有点事儿，明天再来看你。行，去忙吧。于洋，刚我姐说的那个，你考虑考虑呗。考虑哪个？就考虑考虑我呗。你明知道我现在在忙店铺的事儿，还要写稿子，哪有时间考虑你？小妹，小妹，他呀，听说你给找了个工作，就马上来找你了。这位是？大哥是大嫂，我是玉瑶的朋友，叫傅怀义。朋友？什么朋友？大哥，你別擔心，傅同志是很好的人。我在城裡的時候，他幫了我不少忙，就連我跟陸將軍退婚，也是他幫忙才辦成的。哦，這樣啊，那是太感謝你了，傅同志。大哥不用客氣，這玉瑤的事就是我的事。以後大哥大嫂要是有什麼難事，隨時都可以找我。傅同志，你在哪工作呀？你結婚了沒啊？你家裡共有……你查戶口呢？你問那麼仔細幹什麼？大嫂，我沒有結婚，目前單身，今年22歲，是部隊裡的2級士官。我的父母都是部隊裡的退休幹部。說那麼仔細幹什麼？人問你了嗎？對了，小梅，你給大哥找的工作到底是什麼呀？你知道大哥腦子笨，萬一幹不好，怕給你丟人呢。大哥，你就放心吧，是你最拿手的，而且自己當老闆，就算是幹不好，也沒人敢說你。我當老闆？小妹，你大哥連個文憑都沒有，他哪能當老闆啊？放心吧，大嫂，和平大飯店的老闆不需要文憑。和平大飯店？不是，小妹，這麼豪華的飯店，我當老闆？這不是你讓我們等你的地方嗎？不是，小妹，這麼豪華的飯店，我當老闆？是啊，大哥，你做飯那麼好吃，你拿手的烙餅饞哭小孩，開飯店一定沒問題。大哥大嫂，咱進去看看吧。走吧，大哥。我來。大哥大嫂，這是前廳，然後樓上是包間，廚房在後面。我先帶你們去那邊看看。好，走。這是咱們飯店的大禮堂，平時做活動之類用的。哎呀，大哥大嫂，後廚在那邊，這是咱們餐廳的後院。怎麼樣，還不錯吧？這太好了。小妹，我瞅這裡面還有電話呢。對呀，這以後想找小妹說話，打個電話就行了。這間鋪子這麼好，一年租金得不少吧？哎呀，不用，這鋪子我已經買下來了。什麼？小妹，你把這買下來了？是啊，自己的鋪子，不管生意好不好，都沒有壓力。大哥大嫂，你們兩口子呀，就手搭把手，放心去幹就行。其實我買下鋪子還有另外的原因，以後軍區擴建，這條街的鋪面都會拆遷，到時候不但能分到新的鋪子，還能拿不少的拆遷款，這可是只賺不賠的買賣。那不行，小妹，這是你的鋪子，你才是這裡的老闆。對對對，我跟剛子俺倆給你打工就行啊。大哥大嫂，咱們是一家人，不用分那麼清。不行，我是當大哥的，哪能佔小妹便宜啊？你要是不答應，我和你嫂子這就回村去了。大哥大嫂，你們來都來了，行，那大哥是廚子，
我每個月給60塊。大嫂，你既要幫忙後廚，又要收銀，每個月給40怎麼樣？就按小妹說的辦。大哥大嫂，這剛來有住的地方嗎？我等會兒還得去書店上班，你不是請假了嗎？你幫我給大哥大嫂租個房子唄，順便再給門口貼2張告示，招2個服務員。好，小妹，大哥自己去就行了，不用麻煩傅同志。你插我干什么？不会说话你就別說話。你剛來城裡，你分得清東南西北嗎？你先把菜市場找着再說吧。這個我知道，我等會兒帶大哥去。那就麻煩你了。大哥大嫂，那我先去書店了。啊，行。肯定是大哥打來的。喂，小妹，告訴你個天大的好消息。什麼好消息啊？大嫂懷孕了？不是，是咱們和平大飯店剛剛有個穿軍裝的來試菜，試過之後呢，覺得非常不錯，訂了10桌。真的嗎？真是太好了，大哥，我就說嘛，以你的廚藝開飯店肯定沒問題。10桌客人太多了，我本來不想接的，但你嫂子非讓我接，明天肯定忙不過來。你看明天能過來幫忙吗？正好樂意姐出院了。行，那我明天結束之後早點過去。好，拜拜。快來，恭喜恭喜啊！謝謝，恭喜啊！請。啊，恭喜，恭喜啊！你們怎麼在這兒？你們結婚了？林玉瑤，今天是我跟江婷的婚禮，我記得我好像沒有邀請你吧？不好意思啊，我不知道你今天結婚，恭喜你們啊！玉瑤，陸江婷，恭喜你啊，終於可以名正言順照顧他們母子了。玉瑤，你明知道我心裡只有你。陸江婷，我勸你做個人吧，你都已經領證結婚了，我勸你好自為之。你幹什麼？進去啊！你可真不要臉！今天是我大喜的日子，你進去幹什麼？你該不會是想鬧事吧？我想鬧事？我瘋了！好不容易讓你們鎖死，我高興還來不及，我瘋了才來鬧事。你放心，我不鬧事，我就是去後廚。後廚？哎，你去廚房幹嘛？你該不會是想下毒吧？我下什麼毒？我就是幫忙而已。啊，林玉瑤，該不會是書店的工作黃了，現在在飯店打工？玉瑤，我早跟你說過，傅懷義這個人他不可信任，像他那種有權有勢的傅家少爺，對什麼事情都是3分鐘熱度。夠了，陸江婷，傅懷義是你戰友，你怎麼能背後這麼說他？傅懷義他為人真誠仗義，在我眼裡比你好100倍。既然他那麼好，你們怎麼不在一起啊？該不會你是被他給甩了吧？你們說誰被甩了？之前你讓我租房子，我想了一下，以後不方便搬家，直接給你買了套230平的滨江別墅，寫的你的名字。你真買了？不是你說的，錢在哪裡，愛就在哪裡。裝什麼裝？你要是真的愛他，還會讓他在飯店打工嗎？我不是來這打工的，我就是來幫忙的。你在這裡幫什麼忙？難不成你還認識人家和平大飯店的老闆不成？真巧了，他真認識。傅懷義，難不成是你帶着玉瑤來這裡吃飯認識的？玉瑤，我早就跟你說過，像這種有權有勢的人，對你根本就不是真心的。你窮也沒見你真心啊。就算傅懷義他不是真心的，但他有錢啊。真心我有，玉瑤，我發誓，我對你是真心的。我知道。原來你一直都知道。哎呀，別演了！就算你們認識和平大飯店的老闆，但是今天這裡已經被我給全部包下來了。只要我不點頭，你們就別想進去。臭女人，我不允許你進去破壞我爸媽婚禮！你個小兔崽子，
行，那我不進去了，這可是你們說的。我說的。老板，你怎麼不進去啊？后厨完全忙不过来了。什么老板？啊，这位是我们和平大饭店的老板。你说林玉瑶是你们和平大饭店的老板？啊，没错。老板，快走吧，大哥一直在念叨，你怎么還不來呢？這兩位是顧客。顧客就是上帝，上帝說的話我可一定要聽。回去告訴大哥，我不進去了。啊，那我先去忙了。玉瑤，你什麼時候成和平飯店的老闆了？你是我的誰啊？我為什麼要告訴你？正好，我也不想進去，咱們去濱江別墅看看婚房吧。好。林玉瑤，你這是存心來惡心我的！你沒事吧？沒事啊，我現在開心得很，直到看見他們兩個人結婚的那一刻，我才感覺自己的人生真正的重新開始了。那是不是可以考慮一下我？你這麼有錢，考慮一下也不是不行。真的？玉瑤，我終於等到你了。滿天的繁星